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分别与西班牙首相何伊山总统通电话，强调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潜力。中欧关系的关键是妥善管控分歧。欧洲议会日前粗暴通过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审议的动议。商务部周四应询指出，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有利于世界。当前中欧面临困局的症结在哪里？王毅为崔凡在线解读。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双方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时隔9个月，中美经贸领域再次对话，释放何种信息？商务部当天在谈到中美第1阶段经贸协议时，也指出，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协议落实。舆论对中美经贸谈判有哪些关注重点？驻京记者朱恩地现场观察。经贸对话有新的进展，美方最近却在其他事项对话制造障碍，并再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拜登更下令情报部门90天内查明新冠病毒源头。如何理解当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陈凤英、苏晓辉、管尧、刘和平深入分析。香港立法会经过2天12小时辩论和审议，3读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先后发表声明，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涉及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香港将开启良政善治新篇章，表示祝贺。新的选举制度条例如何堵塞原有制度漏洞，并体现爱国者治港？香港各界对由乱转治有何期待？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月在线观察。立法会建制派班长廖长江带来独家解读，张健点拨关键。岛内疫情持续，民进党当局却一心只想甩锅大陆。蔡英文首度公然声称台湾疫苗短缺是因为大陆介入，岛内舆论哗然。国台办周四严正驳斥这一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话术早已被识破。蔡当局为何仍坚持将采购疫苗的商业逻辑强扭为政治逻辑？有消息称，美国拟启动新一轮的对台军售，疫苗买不到，却花大价钱购买武器，蔡当局的底线在哪里？孙大千、施洋深入解析。那么，更多的焦点分析稍为一呈现，不要走开。欢迎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分别与西班牙首相何伊山总统通电话。通话中，习近平表示，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潜力，中欧关系的关键是妥善管控分歧。中国愿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外界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欧盟追随美国大打人权牌，致使中欧投资协定遭遇挫折。周四，商务部强调，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习近平在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话中强调，中欧务实合作显示出巨大潜力，可以预见未来中欧关系既拥有新的机遇，也面临各种挑战。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方向，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希望西班牙政府为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同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的通话中，习近平指出，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机制带动下，两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成果突出，双方应在多边事务中保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毅维对深圳卫视表示，习近平主席同一天与2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通话意义重大，与西班牙首相的通话发出了中国致力于与西班牙为代表的欧盟传统友好国家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的明确信号。习主席跟西班牙首相通话，很大程度上在把握中欧合作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因为现在美国呢不断在搞破坏，大家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呢，通话呢，应该讲呢，对于中欧合作，尤其是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气候变化经济的复苏这是非常重要的。外界还注意到，上周六，立陶宛以欧盟团结为由，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跨区域17+1合作机制，令国际舆论哗然。王毅维认为，习近平此次与同为中东欧国家的黑山总统通话，双方都释放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正义呼声。尤其久卡诺维奇总统还表示，对黑中两国和中东欧国家中国未来合作更加蓬勃发展充满信心，更加说明立陶宛的行径阻碍不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大势。这都没有关系，不影响它的。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高质量的建设“一带一路”，高质量的搞17+1的合作，所以要增强对中国中东合作的信心。
近日，欧洲议会粗暴通过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审议的动议，给历时7年35轮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的顺利推进蒙上阴影。周四，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询问协定中中方作出的开放承诺是否也会暂停。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合作领域广泛，企业交往密切，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在当前疫情形势下，中欧贸易持续增长，双向投资稳中有升，充分展现了中欧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活力。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深圳卫视注意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还多次与欧盟国家相关负责人举行视频会谈。周二在与法国外贸部长级代表李斯特会谈时，王文涛表示，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协定，希望法方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协定尽早签署生效。李斯特表示，法方真诚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法投资，愿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同一天，王文涛在与芬兰经济事务和就业部部长林地来举行视频会谈时，也就推动中芬经贸关系高水平发展交换意见。其实不光是那个欧方的这个企业，其实对欧盟的有一些政治家来说，他们也意识到中国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要。现在中国是欧盟的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这个我想那个今后从长远来看，这个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这个地位只会是越来越强化。对很多的这个行业来讲，对这个市场的这个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它在全球市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协议它是双赢的。有分析认为，由于欧洲议会此次冻结投资协定审议不具法律效力，欧盟及欧盟27国政府尚未表态支持。尽管带来不确定性，但不意味着投资协定告吹。像德、法、意等有影响力的欧盟大国，绝不可能无视中欧投资协定为自身乃至整个欧洲带来的机遇。中欧投资协定能否重启批准程序，将取决于欧盟内部利益及意见能否有效整合。所以这个问题上呢，就僵下来了。但是有识之士也好，明眼人都很清楚，是欧盟现在很着急，欧委会很着急，他自己谈判的嘛，他当然很着急，对吧？他现在很怪这个欧洲议会。第二个，欧洲成员国也很着急，有很多觉得这个中国的合作还是不可取代的。现在印度的疫情这么严重，你什么要分散你的供应链，要取代中国的地位，怎么可能呢？第三个呢，欧洲的企业更着急。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投资协定，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才能更多的法律的保护，欧洲呢对中国的投资才能进入更多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才能赚更多的利润。所以欧盟这些企业他又不傻了，他很清楚不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工具的。所以呢，法国德国这种欧洲的大国尤其很着急，所以对欧的工作呢一定要有耐心。欧盟呢它反应的比较慢，但它一旦转过弯了以后它也会认真的去做一些事情，也是能做一些事情的。当地时间周三，欧盟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并举行了美欧高级官员首次中国问题对话。会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会谈涉华内容非常多，包括涉疆、涉港、涉台、南海等。谢尔曼在推特中就大谈与欧盟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和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承诺。不过，联合声明还宣称，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合作、竞争和制度性对手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美欧有关中国问题的对话虽然启动于特朗普政府时期，但这一美欧强化协调对华政策的措施也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和延续。实际上，在原来特朗普政府期间呢，美国对欧盟呢，施加了在经贸领域中间施加很多的压力。美国和欧盟至少在经贸领域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争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实际上呢，那么欧盟的有一些政客呢，就是更加倾向于呢，要对美国这个做出一些妥协按照美国主导的或者是美国的一些意图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呢也交一些投名状。时隔9个月，中美经贸领域对话有了新进展。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周四通话，
有分析认为，中美在经贸领域沟通恢复传递出两方面信息：一方面是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作用依然重要；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分歧仍有不少，突破眼下的局面需要更深入的沟通。而对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商务部周四回应称，中美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协议落实。商务部网站消息称，周四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这是继2020年8月25号之后，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的首次通话，也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中美经贸领域的首次高层级沟通。微信公众号陶然笔记认为，这显示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稳定作用依然重要。实际上，中美双方经贸领域的交流，去年以来成为中美关系中为数不多的沟通平台。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分歧仍有不少，突破眼下的局面需要更深入的沟通。消息稿中还使用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交换意见等措辞，也颇具深意。陶然笔记认为，坦诚说明双方都不回避问题，并就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务实表明在坦诚的基础上寻找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建设性意味着双方都在朝前看，推动问题解决。因此，中方的新闻稿提及，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对外表态称，讨论美中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各自的措辞在表达方向上是一致的，表明双方在经贸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这个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今天上午的通话呢，也成为了下午商务部记者会上的一个热点。中方发布的新闻稿并不长，外界则是努力的对着不到120个字进行解读。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我们也注意到外界关注的焦点是在双方具体谈到了什么议题，以及下一步中美经贸合作会有怎样的安排。那发言人高峰则表示，如果有消息的话，会进一步发布。从此次通话的消息稿当中，我们还注意到双方都没有明确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此前美方贸易代表的态度也是比较模糊的，引发了外界不少的猜测。那今天高峰在回答相关提问时呢，也表态称，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协议的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双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协议的落实。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中美贸易高速增长，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2.7%，自美进口增长57.9%，能源、农产品、汽车及零件等进口都快速增长。这背后虽然有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中美两国经济都在较快恢复，双方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高度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我们从美国的进口快于我们从美国的出口，虽然贸易顺差在增加，但是它没有东西可以卖给我。如果我们像农产品的话，去年你能看到，就是我们不但是棉花，我们原油，我们加上了猪肉，200%以上的增量。那么我们能看到，这种就中国的诚意，在执行第一阶段，说未来谈判是肯定的。那么我一定要强调，如果今天的中美关系当中唯一亮点是经贸，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它依然是压舱石。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周三表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现在将在一系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主要模式将是竞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回应称，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等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用竞争来定义或主导中美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即使竞争，也应该是良性的，以相互提高、共同进步，而不是搞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所以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行封闭排华、遏制打压中国之实。
上周，美国总统拜登在视察福特汽车工厂发表的讲话中称，美国绝不能输给中国。有观察认为，绝不能输给中国是一种危险逻辑。这也说明拜登政府上台4个多月，其中国政策的最大症结在于不但走不出特朗普阴影，甚至还在高科技、产业链和供应链等问题上给特朗普遗产加码。经贸我认为实际上是在降温的，没有升温，科技在升温，甚至在脱钩。然后人权问题作为主要扎手，竞争对抗，但是我们的方式可以是合作，也就是和平。对于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推动印太战略，频繁对华军事挑衅，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四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违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刻意渲染冲突对抗，加强军事存在、突出军事竞争的战略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危害世界和平稳定。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策动建立选择性、排他性军事同盟，都不应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制造集团对立的新冷战。搞你输我赢、零和博弈，只会制造更多的分裂、对立和乱局。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应损害地区国家人民的福祉，把地区国家拖入危险境地。谋求一己私利和单方绝对安全，只会损人损己，不得人心。另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美国防部匿名官员称，美政府有意增设更多对华防务热线，以管控安全风险，防止潜在冲突。谭克飞对此回应称，我们认为建立热线的目的在于增信事宜、管控危机、防止冲突。美方不能一方面声称要增设热线，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强亚太军力部署，频繁开展对华抵近侦察，甚至刻意制造舰机危险接近事件。我们敦促美方言行一致，展现诚意，与中方相向而行。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同西班牙首相通电话，强调中欧要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国家元首同西班牙首相的通话，他所涉的议题呢很重要、很广泛，备受国际媒体的关注。那么，包括路透社等等国际媒体啊，都就这一次通话呢发布了消息。那根据新华社的电稿，我个人梳理，通话内容呢是在2个层面展开的。那么其一是中国和西班牙的双边关系，强调呢中西互为重要战略伙伴和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如何来进一步的深化合作、强化支持。那第2个层面呢是关于中欧关系，那么这是媒体的一个普遍关注。习近平谈到中欧关系时呢，有多个关键词，包括机遇、挑战、大方向、主基调等等，态度非常积极。这充分显示中国最高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欧关系，高度重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务实合作与谋划经略。那么习近平并不讳言，现阶段中欧关系面临挑战，他强调要妥善管控分歧。媒体聚焦于此呢，这当然是因为中欧关系正在面临最新挑战考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欧洲议会刚刚宣布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媒体显然希望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最新表态中来捕捉信号。那么您认为国际媒体捕捉到了什么信号？今天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应相关提问时强调，中欧投资协定互惠互利，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也有利于世界。那么您怎么看协定在欧盟的前景呢？我注意到新华社的通话电稿中并没有提到中欧投资协定，那么媒体聚焦妥善管控分歧，但是更应该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最高领导人相关表述的语境与内涵。事实上呢，在强调妥管分歧的同时，习近平也强调要维护合作共赢的主基调，要牢牢把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方向。所以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欧关系发展的定位是非常积极的，对发展中欧关系也是非常坚定的，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受到干扰。当然了，这更是对欧洲方面的一个战略提醒。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西班牙政府发布的官方通话声明中呢，就明确指出，桑切斯对习近平表示有信心在批准期待已久的中欧投资协定方面能够找到共识。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视作新华社电稿有关西方建设性作用、积极性作用的一个内涵阐释。西班牙当然是欧盟的大国，也是重要的成员国，必须要指出，
桑切斯对中欧投资协定的积极态度，在欧盟大国中是有普遍性的。《纽约时报》之前呢就特别指出，中欧投资协定一直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长久以来的优先事项。他坚信，对衰落的西方而言，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最佳策略呢是接触，而不是对抗。除了中欧关系，中美关系走向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针对美国国安会高官坎贝尔表示，与中国接触时代结束，美中将展开激烈竞争。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强调，用竞争来定义或主导中美关系完全错误。那您对此怎么解读？库尔特·坎贝尔是谁呢？他是拜登政府新设的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他是拜登外交安保政策团队的成员。之前呢，他也是美国外交政策智库学界的代表声音之一。那么可以预料，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成型的全面对华政策，那么坎贝尔呢，他是重要的参与决策者之一。那么这是坎贝尔他在西部的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学相关演说引发关注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坎贝尔他的涉华政策表态主要有2点：一，继续指责中方强力提升国家硬实力；二，强调竞争而不是合作将会重新定义美中关系。当然了，坎贝尔演说中还有一句激烈表述，被媒体在广泛引述 ：“The era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is over。”对华接触时代业已结束。那么此前呢，美国的对华政策取向无非是2大派，所谓接触或者是遏制。那么强调以竞争来定义双边关系，是在接触和遏制之外，又在开辟第3条道路吗？当然不是。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所谓遏制政策换了个马甲之后的再包装。之前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中美关系，他还在强调所谓竞争、合作、对抗3个层面，强调在硬竞争的领域竞争，在可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必须对抗的领域来对抗。但是呢，现在坎贝尔对竞争的单方面的强调，显然呢是往前又走了一步，这是美方所谓基于实力竞争说的一个强化表白。坎贝尔也参与了年初在阿拉斯加的一个中美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他就坐在美方主对话者之一的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身边。那么坎贝尔当然也听到了坐在对面的中方对话者中央外事委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坚定表达：你们没有资格说基于实力跟中国对话，中方不吃这一套。今天呢，赵立坚他也做出了强力的回应，用竞争来定义或者是主导中美关系完全错误，这只会导致对抗冲突。即使竞争也应该是良性的，以相互提高来共同进步。当然了，在白宫的外交政策团队中，坎贝尔他的位阶显著低于布林肯。那么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的相关表态，哪些是已经确定的美方的政策路向，哪些只不过是测试舆论的风球，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追踪观察。我们呢，不妨拭目以待。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特区立法会周四审议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标志着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涉及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欢迎立法会通过草案，形容是在一国两制下确保爱国者治港具重大标志意义的时刻。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也先后发表声明，对香港将开启良政善治新篇章表示祝贺。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香港立法會下午約4時進行表決，以40票贊成的高票3讀通過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審議通過的條例草案涉及8條主體法例、24條附屬法例。草案經過2天，共約12小時辯論及審議，完成修例程序，並將於下周1刊憲生效。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當天發表談話表示，香港立法會審議通過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標誌着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涉及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這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又一重大制度成果，將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隨着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法律的落地執行，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實施和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加速推進，香港的發展必將重返正軌。香港必將在由亂轉治後由治及興，續寫一國兩制成功推進的新篇章。
香港中联办也发表声明表示，香港立法会当天高票通过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新形势下香港特区选委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的制度体系已经形成。对此，我们表示祝贺。通过后的法案维护了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把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原则落到了实处，有力保障了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整个选举制度改革之后确保爱国者治港在香港的落地实施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整个香港社会、香港特区政府，甚至包括国际社会会逐步适应香港整体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社会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既符合香港的利益也符合国家的利益。其实这个综合条例包含的范畴呢非常的广泛，那特区政府提交了多达360多项的修订案，需要经过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的逐条审议，工程呢是相当的浩大。由于新选举制度对香港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今天立法会议员呢也全数出席，大会上多名议员都发言支持草案的通过，感谢中央出手，也感谢特区政府尽心尽力，以及立法会法案委员会认真尽责的审议。那一系列的法案修订呢，其实反映了法案委员会的成果，工作是一丝不苟。对于外界用橡皮图章的讲法呢，其实也就是不攻自破了。新的选举制度对选举委员会改动最大，人数由1200人增至1500人，选委会的职能也由过去只负责提名及选举行政长官，扩展至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以及从中选出议员。所有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日后均需取得选委提名。立法会也由70席增至90席，选委会一席按4:32比例分配，即选委会40席，功能界别30席，地区直选20席。而修订当中，其实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数上限呢，是由5人增加到8人，并规定行政长官除了委任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和2到4名官方成员之外呢，还需要委任1到3名非官守成员，也就是社会人士。那法案委员会的主席廖长江他就表示呢，这项改动呢是由他本人提出，目的呢是希望扩大资审会的公信力。而特区政府听了建议之后，是从善如流，做出此项的修订。政府都從善如流啦。將係加入呢個非官守嘅成員啦，其實我覺得3個係即係呢個係一個理想數字嚟嘅，唔增加嗰個委員會嘅公信力，因為如果你全部官員嘅話，就我覺得係有啲奇怪嘅。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將迎來3場重要的選舉。3場選舉的具體日期已經確定。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提前至今年9月19號舉行，緊接12月19號會進行立法會換屆選舉，而特首選舉日期則定於明年3月27號。之前嗰個工作係非常之繁重，你選民登記啊，你係揾地方啊，你籌備嗰個即係保安啊，各方面嘅嘢，所以我相信佢揀一個日子咧，會認為咧係最理想嘅日子去做到，確保呢個選舉能夠有效順利咁進行。经贸对话有新的进展，美方最近却在其他事项对话制造障碍，并再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如何理解当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苏晓辉、刘和平深入分析。本周开启的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聚焦疫苗的公平分配问题，但美方代表却在大会上再次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第2阶段调查。美国总统拜登周3更下令情报部门查明新冠病毒源头，90天内向他报告。中方周4回应表示，美国情报部门的黑历史世人皆知，即使搞出调查结果，也毫无公信力可言。拜登周3发声明称，多个情报机构早前完成初步分析报告，对于病毒源头有2种共识，分别是源自人类和受感染动物，以及来自实验室事故，但尚未就问题得出明确结论。拜登要求他们进一步查明，90日内向他呈交报告。而就在前一天，白宫才称相关调查应该由国际机构进行。现在呢，随着美国国内疫苗接种不断的推进，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抗疫似乎有了更多的底气，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所谓的病毒溯源的问题，也符合拜登的政治的需要。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呢，拜登给情报界的所谓的指示，其实呢指向性是非常清楚的。尽管呢拜登说现在调查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果，但是呢很明显的是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所谓的来自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种证据的打引号的证据的制造上。周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贝塞拉在讲话中施压世卫组织启动独立透明的第2阶段病毒起源调查。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欧洲小伙伴们也在会上踊跃附议，虽未明确点名，但指向性明显。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还援引美国的一份情报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出现严重病情并入院治疗，这比中国爆发新冠疫情早1个月。不过，该说法立即遭到中方驳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今年3月也已做过相关解释，强调2019年12月30号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未接触过2019新型冠状病毒。迄今为止，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型冠状病毒零感染。英国作家、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人士汤姆·福迪也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撰文称，这份最新解密的报告出现的时机值得玩味。美情报部门为何将这份确凿证据搁置这么长时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美国上届政府曾多次称赞中国应对疫情的能力，直到他们发现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获取政治便利，于是开始鼓吹病毒来源中国，并声称握有证据。如果美上届政府真有这份报告，就该拿出来证明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这样做。此前来中国参与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荷兰病毒学家库普曼斯周三表示，所有接下来的溯源工作是一个综合的研究，既需要去联合专家组上次结束的地方即中国，也需要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2019年就发现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意大利，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最早病例。关于实验室泄漏论，库普曼斯明确表示，我们在武汉访问时也就此假设进行了讨论，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用未经证实的信息开展工作。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世卫组织一直在承受着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不管是此前呢与中国之间进行联合研究，世卫组织呢发布相关的结果的过程当中，美国呢不断的说三道四，甚至呢直指世卫组织总干事本人。大家都看到的是，美国希望把世卫组织用作自己把疫情防控政治化，通过对世卫组织施压，让世卫组织为美国说话的一种重要的政策的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溯源研究的努力。中国实验室泄漏论是极不可能的结论，已经被清楚地记录在世卫组织联合考察组的研究报告中，这是权威的、正式的、科学的结论。联合考察组国际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中国开放透明的态度给予积极评价，然而美国一些人全然无视事实和科学，全然不顾自身溯源的诸多疑点和抗疫失利的惨痛事实，反复鼓噪要对中国进行再调查。这充分说明美国根本不在乎事实和真相，也没有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而是想要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甩锅推责。赵立坚表示，美国口口声声要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那就请美方也能像中国一样，本着科学的态度，立即同世卫组织开展联合溯源研究合作，对美国进行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我想问一问，他们居心何在？良心何安？我还想强调，德特里克堡基地疑云重重，美国还有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散布全球，这里边究竟藏着多少秘密？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北部出现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大规模爆发电子烟疾病，这又有什么隐情？美方何时向国际社会公布相关病例的详细数据和信息？美方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这是在刻意的设置议题，在进行舆论引导。
似乎要误导更多的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而忽视中国在本国抗疫以及全球抗疫合作过程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做出的重要的贡献。美国认为呢，这是现在应对疫情之下中国影响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良性认知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这也是下一阶段美国认为重返多边主义、展示美国的国际形象，来进一步的巩固自身所谓领导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实际上，证据是戳中美国政府软肋的2个字。周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披露，蓬佩奥时期，美国国务院旨在寻找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证据的一个调查项目，被拜登政府终止了。CNN 引述熟悉这项调查的前官员的话说，这项工作就像是在钓鱼，以证明预定结论是正确的。时任助理国务卿福特在阅读他们递交的报告后，认为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敦促官员们对该小组的调查结果保持谨慎。不过，这项蓬佩奥的未竟的事业，华盛顿又打算继续干下去。有分析预测，美国显然已经在带风向了。接下来，美国国内以及欧洲一些政客还会继续拿新冠溯源这个话题搞事，联合起来向中国追责或索赔。即便没有走到追责索赔这一步，也会借机再次把中国抹黑一遍。中国驻美使馆发表声明称，去年疫情发生以来，正是由于一些政治势力罔顾本国人民的抗疫需求和国际社会的防疫合作愿望，热衷于搞政治操弄和指责游戏，酿成大量民众丧生的人间悲剧。因见不远，有些人又开始故伎重演。难道他们这么快就淡忘了此前的惨痛教训？难道是想看到悲剧重现？如此不负责任之举，何以面对本国人民？何以面对国际社会？何以面对人类良知？而下一阶段呢，中国更多的是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溯源的问题上能够采取科学的态度。如果美国拒绝参与到相关的研究当中，而仅仅是要对中国进行调查，这背后的政治的指向性是非常清晰的，同时也会对全球溯源造成更多的干扰。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有关2019年冠状病毒起源的信息，并在3个月后向他报告新冠病毒究竟是来自动物园还是实验室事故。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认为拜登的这个声明有几点地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第一个是，病毒起源问题本来应该是一个科学与专业的问题。科学与专业的问题应该交给科学家与专业部门去做。然而，拜登这次下命令的直接对象不是美国的卫生与科研部门，也不是相关的科学家，而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这个也就意味着，随着拜登的这个声明与这个命令的下发，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已经进一步质变成为了中美之间的政治博弈，尤其是情报博弈问题。它势必在中美之间掀起一轮情报战。第二，拜登向情报部门下达死命令，要在3个月的限期内必须搞清楚新冠病毒究竟是来自于大自然，还是来自于实验室。我们知道，病毒起源调查是要讲科学、讲证据、尊重事实与规律的，是不能大干快上、搞政治工程的。就算是美国的情报部门，最终也必须要拿证据来说话。然而，拜登总统却异乎寻常地限定了3个月的最后期限。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拜登对于情报部门办事效率不高的不满，还是因为自己已经胸有成竹。第三，按理来说，拜登总统是有权向白宫内的任何部门下达行政命令，而不必对外公开的，尤其是对于极度需要保密的情报机构，更加应该如此。然而，拜登却一反常态的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向美国的情报部门下达了调查命令，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件事情，这就难免有舆论操弄与政治操弄的嫌疑了。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在中国进行考察后，就与中国官方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称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这一说法极不可能。那在您看来，为什么美方还要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呢？其实美方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世卫组织与中国官方联合做出的有关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这一说法极不可能这样一个结论，而且是摆出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
而在我看来，拜登政府最近在这一方面的所作所为，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蓄谋已久，在这份声明中，拜登自己就公开暴露了自己的企图，说早在去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初，他就对中方抱持了不信任的态度，要求中方允许美国派专家前往调查，但未获允许。今年2月9号，在世卫组织做出了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这一结论之后，美国立即纠集英国、加拿大等13个国家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这份报告的结论表示了强烈的质疑。第二句话是处心积虑，美国不仅自己强烈质疑这份报告的结论，还施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让他做出了仍有必要调查病毒由实验室泄漏这样的一个表态。与此同时，在5月14号，18位西方生物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短篇报告，批评世卫组织专家组没有足够认真对待实验室泄漏这个假设。第三句话是分工明确，为了推翻世卫组织专家组做出的调查报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几大力量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先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有重大旁证表明新冠病毒是源自武汉实验室的一次泄漏事故，并要求拜登总统解密相关情报。接着身兼2重身份，既是美国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也是美国卫生领域顶级专家的福奇也站出来改口，说应该对病毒源自实验室这一可能性重新进行调查。再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所谓的重磅报道，说有情报显示，早在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有3名工作人员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并接受了医院的治疗。而《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来源居然就是来自于美国的情报部门，也就是说，美国的立法、行政、舆论等几股力量共同参与了这次造势活动。第4句话是目的和指向非常的明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掀起这一波政治与舆论攻势的时候，正好是世界卫生大会召开的时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贝希拉在世卫大会上发言呼吁，必须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第2阶段的独立调查。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这一波政治与舆论攻势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趁世卫大会正在召开的时候，启动新一轮的调查，以推翻第1阶段得出的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这样一个结论。那在您看来，面对美方企图推翻世卫组织做出的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这一结论的做法，中国方面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中国有句俗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发起的这一波针对中国的行动，不仅是蓄谋已久的，而且是来势汹汹，颇有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味道。同时，美国的这一做法也有一大帮西方国家在背后鼓噪与摇旗呐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大家都知道，在打击犯罪的时候，为了避免冤枉好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抓到真正的凶手。既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报告说，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从蝙蝠身上直接或是通过另外一个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的，那我们避免美国造谣与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全球有公信力的顶尖科学家，找到自然界动物身上存在着新冠病毒的铁证，找到从动物传染到人类的中间宿主，并且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彻底找到其中的传播链条。只要我们做好了这个工作，所有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再来关注岛内疫情。眼下何时才能接种疫苗，成为台湾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不过，疫苗迟迟还没到位，蔡当局却把责任推到大陆一方，声称因大陆介入导致台湾无法和德国 BNT 原厂签约购买疫苗。这样的甩锅做法，连岛内舆论都看不下去。而国台办也于周4进行了驳斥。
周四，台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岛内新增40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401例本地个案，另有校正回归本地个案266例，总计671例，并新增13例死亡病例。岛内透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 平台购买的41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已于上周抵达台湾。经过1周的检验后，这批疫苗被分配到各县市，并于周五正式开打。第一线的医护等高风险人员优先接种，但这些疫苗相对于全台需求而言，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大陆方面早前已多次释出善意，表示随时愿意出手相助。然而，民进党当局不仅不领情，甚至恶言相向。周三，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谈及大陆疫苗时，竟称：“他们没有在打的，我们有一点兴趣了。那他们在打的，我们不敢用了。”实际上，世卫组织早在5月7号就宣布将国药新冠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使其成为第6种获得世卫组织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验证的新冠疫苗。国药的有效率达79%，18岁以上人群均适用。台湾中时新闻网称，作为岛内直接负责应对新冠疫情的官员，陈时中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是惊天之语。网友则怒批，想象不到一个地方的卫生官员会说这种话，没有科学，没有根据，没有逻辑，就只有政治。更有网友愤怒之下爆出粗话，称陈时中无良狗官。除了陈时中，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更首次公开宣称，是因为大陆的介入，致使台无法和德国 BNT 原厂签约购买疫苗。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四严正驳斥这一说法，强调所谓大陆阻碍 BNT 疫苗售台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民进党当局领导人的这番谎言，再次暴露他们甩锅大陆、推卸责任的一贯政治操作和转移焦点、掩盖问题的惯用伎俩。众所周知，早在2020年3月，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就与德国 BNT 公司签约，参与 BNT 疫苗研发，并拥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民进党当局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循正途，非要违反商业规则和诚信原则，绕过上海复星医药集团向德国 BNT 公司购买疫苗。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说明考虑的根本不是解决台湾民众实际需求，而是做做样子，欺骗岛内民众，为自己谋取政治私利。蔡当局将原本的商业行为硬生生地变成所谓大陆打压，这种执迷于政治操弄的做法，遭到岛内舆论一片谴责。